各位好，我是煤球，本期给大家带来卡夫卡的实战简短攻略。不知道各位这几天卡夫卡用起来感觉怎么样呢？反正我是挺满意的。玩游戏最开心的事莫过于自己出的角色又强又好看。好的，那么废话不多说，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首先还是先简单概括一遍卡夫卡的技能，方便连技能都懒得看这门心。已经熟悉的可以自行跳过。卡夫卡的普通攻击向前挥出2刀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实战中完全用不到，可以不点节省资源。卡夫卡的核心技能是战技和大招，用来引爆怪物身上持续伤害，也就是 DOT。战技是单体引爆，大招是群体引爆，两个都很重要，都需要点。实战中，如果我们引爆的目标处于持续伤害中，那么它头像就会有紫色的小图标提示。当然，卡夫卡也有自己上持续伤害的手段，总共3种。第一，大招能够给群体上出点，也就是技能 DOT， 倍率非常的高，实际有290%，高于中其他角色。第二，天赋能够在队友普攻的时候释放追加攻击，给怪物单体上雷，每回合1次。天赋的触电倍率是取决大招的触电倍率的，所以大招优先点。第3种靠专武，只需等待的武器技能能够给怪物身上游刺状态，也视为触电状态。以上3种决定卡夫卡可以不依靠DOT队友，自己就能触电打释出。然后就是秘技，能够在场外给怪物上雷，方便进入战斗后直接引爆。有个比较有意思的点是，因为秘技的伤害范围很大，能打到很远的敌人，所以在混沌回忆的一些双 BOSS 关卡，只要站在靠中间的位置开秘技，就可以同时打到2个 BOSS 进入战斗。BOSS 会分2波出现，不需要再回到场外，可以节约秘技点，这点非常有趣实用。好的，通过以上的概述，相信即使门心应该也对卡夫卡的机制有了大致的了解。卡夫卡是一名与持续伤害相关的角色，可以引爆全队的 DOT。有2个需要注意点是，引爆的伤害属于额外多出来的伤害，不消耗原有的伤害次数。引爆谁的 DOT 是谁的练度，所以想要提升全队的伤害，也是需要提高 DOT 的队友的练度的。不知各位对持续伤害有了解多少呢？我之前就做过相关的视频，有需要的可以点击传送门去补习一下。这边再简单提一嘴持续伤害相关的一些特性，以方便后续的实战理解。持续伤害又称 DOT，Damage Over Time 的缩写。持续伤害分技能 DOT 和基础 DOT。技能 DOT 就是刚刚卡夫卡技能所描述的触电持续伤害，而基础 DOT 是战斗时击破怪物头上韧线条后，怪物接下来每回合开始时受到持续伤害。这2组 DOT 都可以被卡夫卡的战技和大招引爆。技能 DOT 可以吃卡夫卡的攻击力增伤。与之上的唯一区别就是不吃双爆，而击破 DOT 不吃攻击力增伤，只吃角色等级击破特攻。以上2个 DOT 都不能暴击，但都能吃到怪物身上的异伤防御抗性城区。持续伤害目前只有风火类物理角色有，冰和量子的击破是附加伤害，虚数击破没有持续伤害。同等条件下，面对高难经营怪时，击破 DOT、裂伤和风化的收益较高，触点中等，灼烧最后。除了卡夫卡这名限定5星，一般击破 DOT 高的角色技能 DOT 也高，所以卡夫卡的 DOT 队友最好是分物理角色里面选。好的，通过以上特性，我们就可以简单得出卡夫卡的配装配对的方向了。想提高卡夫卡的持续伤害，就需要往增伤和攻击力方面去堆，跟其他直伤 C 的唯一区别就是不需要双爆属性，非常好成型。另外也需要堆速度，来提高引爆的频率。武器方面，精英专武只需等待与精武的晚安与睡元拉开不了差距，因为晚安与睡元提供了大量增伤区，而且非常好叠层。没有的话，精武的猎物视线与延长记号是要比精英的老杨专武要高的，其中延长和记号记忆伤点就能兑换，非常容易点满。其他虚武类光锥都是辅助项的，不推荐带。仪器方面，外圈雷4套或2+2差距都不大，内圈太空飞行站主属性攻击1速度鞋雷伤球攻击神，副属性速度攻击优先。效果命中，因为卡夫卡的技能都是多段攻击，触发的怪力很高，所以随缘 Y 即可。击破的特攻对于卡夫卡也是有效词条，因为卡夫卡的战技和大招都是群体技能，实战中也会有谁击破并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时候。像我这2单的游玩攻略中，经常就遇到卡夫卡被迫击破的情况，所以这时候玩点击破特攻来提高击破 DOT 也是非常不错的。接下来就是实战配对环节，目前卡夫卡的配对大致分为2种，第一种3保1，卡夫卡自己单 C， 阵容可以直接照搬警员的，卡夫卡加2个同学加生存位。我看大家用这个阵容的理由是不太想再拉起一个臭男人，那这就没办法了，只能等后续的强力女DOT手了。即使卡夫卡一人 C 打满深渊还是没问题的，何况人家也不是专职单 C， 这足以证明卡夫卡的本身强度也足够高。然后就是第2种带 DOT 队友双核阵容，卡夫卡加 DOT 手加辅助加生存位，生存位最好要能保证全队的生存，最好还能解控。目前最佳人选就是罗刹，但罗刹也并非完美，就是作为虚数角色，击破是没有DOT伤害的，很亏。实战中有时候为了保人被迫开大，这时候会抢了队友的击破，实在太可惜了。然后艾斯达天赋能够给全队加攻，大招能够群体加速，提升引爆频率，同时提升击破韧性条的效率，非常的好用。不过就是艾斯达对命座有点要求，最好能够2命防止加攻掉层，当然0命满星深也是绰绰有余的。仪器方面，艾斯达就带新出的信使套，全队提速简直就是艾斯达的专属套装。绿圈有仙舟和奶妈一起带仙舟，全队就有16%的加攻。同些辅助在混沌要保证生存，生命1、速度鞋、生命球、充能神、光锥555、轮器等大部分同学光锥都可以用。轮器充能最快，性价比最高。艾斯达高防御带轮器也不容易暴毙。DOT手方面，我们根据全角色技能 DOT 倍率表就可以得出，火系 DOT 太低了直接排除。
余下来就是卢卡、桑博、希罗瓦了。抛开差别不谈，希罗瓦倍率虽然不够高，但也不是不能用。在面对弱垒怪物的时候，大招快、破盾快，非常好用。但是站在资源分配的角度，我们现阶段的材料和信用点仍然非常紧缺，养不同属性的角色面对不同的情况才是最稳妥的选择。而且目前很多弱垒的机械怪物也弱分，队伍里也不一定非要塞下2个雷，当然差评无所谓，就看你能不能抵挡住黑丝御姐的诱惑了。然后就是桑博和卢卡这2个，我经过这几天的实战体验，还是更加推荐大家去养桑博。一方面，桑博对单和对群都可以，虽然倍率不及卢卡，但胜在打击范围广。对群时可以群体上分化，对单时削弱能力也更快。大招也是群体技能，和卡夫卡的群体大招相契合。另一方面，你在实战中会发现，桑博虽然在前期需要耗费战绩点，但在后期居然是个惨斗 C。因为桑博主要靠天赋来给怪物挂分，普攻和战绩都可以触发，分化上5层了，桑博后续只要普攻去分化就可以。战绩可谓越来越富裕，而且战绩什么时候用也可以根据后续队友的情况自由安排。像我实战中后续的卡夫卡没战绩点了，那桑博在前面普攻一下就行。而卢卡虽然倍率比桑博要高，但真的很极致对单，遇到群怪时也非常不利。而且实战中最让我难受的地方就是上猎伤的手段只有靠战绩，有时候新出的怪物没猎伤了，你又要上一遍，往往这时候后面的卡夫卡就要没豆子了，谁都不好。而且卢卡来强化普攻的 UI 还在右下角高亮的提醒着你，快使用我打出强化的一击，但是你不能用，你知道对面没有猎伤，隐隐的看着斗志溢出，切咻。当然这2打满深渊肯定是没问题的，在资源充裕的情况下，一般根据不同的弱点来上不同的角色就行。这期深渊桑博确实吃香点，至于某5星上位的微星消息，那应该也是很久之后的事了吧。这段时间也够拉起好几个DOTA手了，也不难，像我 1.2 版本就把桑博和罗卡2个都拉得差不多了。啊，卡妈妈，对不起，我已经被2个臭男人给榨干了。DOTA手的装备方面，可以跟卡夫卡的一样，仪器外圈2+2，内圈太空封印战或仙舟套。算上通行和奶妈的，如果队伍里2个人带仙舟，那卡夫卡40%攻击力，桑博40%的攻击力；如果队里3个人都是仙舟，那卡夫卡48%的攻击力，桑博24%的攻击力，都可以看你这2个角色的练度。仪器主属性：攻击1、速度鞋、数伤球、攻击神。一种就是堆击破特攻，因为猎伤和分化的击破收益是最高的。仪器外圈击破套，内圈盗贼公国，攻击1、速度鞋、数伤球、击破神。光追带击破特攻的混沌商店的延长信号给击破手就非常不错。配速方面，艾斯达的速度大于桑博的速度大于卡夫卡的速度。奶妈随意，全队速度越高越好。开局依次放战绩，奶妈普攻，卡夫卡战绩引爆。实战中需要注意一些细节是，实战中要留意卡夫卡的天赋，每回合1次的单点上雷。卡夫卡的回合一过，就要留意队友是否要放普攻，究竟要给神上触点。第二，桑博释放战绩的时候，要留意后续卡夫卡还有没有战绩点，没有就普攻。一般常规流程中，桑博第1回合先释放战绩上群点分化，队伍的战绩点比较紧缺。后续回合桑博根据怪物的分化层数选择性普攻，那么队伍的战绩点就会越来越充裕。第三，桑博的大招记得在卡夫卡战绩或大招引爆前释放，来吃满1场 buff。对了，这边也讲一下队友的天赋加点吧，毕竟大家资源都这么紧缺。卡夫卡主点大招和战绩优先点到9级，天赋可以只点到6级。艾斯达主点天赋和大招，战绩可以完全不点。桑博主点天赋，大招次之，战绩可以只点到6级。卢卡主点战绩，天赋和大招次之，奶妈就主点和生存方面的技能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实战攻略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们帮助的话，也别忘了在下来支持一下。最后做个小总结，卡夫卡目前作为现5强度达标，即使队友还不齐全，表现依然非常出色，颜值能打，强度能打，而且能够预见在可见的未来，新的5星 DOTA 手出了，卡夫卡依然能够立于不败之地，更上一层楼。不得不说，卡夫卡妈妈真的是我本田里非常喜欢的角色，能在米家游戏里排上前啊！我不说，明面上卡夫卡作为星河猎手是个坏女人，但私下里却对我们主角这么的温柔。哇，你看她这卸妆后宠溺的眼神，喵！你到底什么时候时装这个皮肤啊？所以主角这上辈子到底是修了多大的福分，能够遇到这样的好妈妈？算了，不管了，这次剧情我直接向她表白，妈妈，我要和你结婚。那么我是煤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